你们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久。我和欧阳好了3年，我绝不是那种负心薄幸的人。就算他迫不得已要另娶他人，以他的性子，至少也该给我有一封书信说清缘由，而不是让他人带个口信。万一真的有人使坏，要破坏他仕途呢？给他安上一个薄情的名义。又或许那高家的确看上了欧阳，但他一再拒绝，他们就背着欧阳，威逼利诱德叔，想先从我手中骗走同心佩，再骗欧阳说我已经变了心。我之所以说还要500两黄金，为的就是稳住德叔和他身边的人。反正现在生意也不做了，德叔以为我伤心欲绝，闭门不出，多半一时也不会怀疑。哦，对了，三娘，你还得帮我演个戏，每天装着去看我的样子。等他们发现不对，我人早就到了东京。他们不是说在谷雨后成亲吗？只要在这之前见到欧阳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若贤妃主婚这事儿是真的呢？钱塘离东京上千里，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路都走不稳，你能挺得过去吗？所以我才要坐船走，船上至少还能躺着休息，就算病死在路上，我也毫不后悔。我就是不甘心，我看男人的眼光竟然能差到这种地步。除非我见到他，别人说的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帕儿，你去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。也不知道尹章现在怎么样了。顾千帆。神仙在上，还请保佑小女子能够顺利尽快赶到东京，保佑小女子的夫君欧阳旭不谈富贵，变真心，也不贪图什么尽是娘子的名分，只求感情心意长长始终。走吧。你就给我养血！现在考试还考了个丙等，行了，还敢瞒着我？哎，行了，那丙等下面那不还有丁等的吗？那将来跟我做生意，还不是一样能够出人头地呀？出人头地？帕儿的事你知道了吧？在他们贵人眼里，咱们做生意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。往年咱们家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，如今好不容易派来了朝廷恩典，傅子芳，他就得好好读书。当官妓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？那干嘛就非得从良啊？弄得现在还遭人嫌弃。那宋引章一天的缠头钱，比我犯1个月的货挣的都多。没有嫁妆的小娘子啊，都嫁不出去。那好多家里边穷的，都愿意当2年的歌妓，先挣2年钱，再找个老实人嫁了。有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司机跟不能随便赎身的官妓能一样吗？我在这管教孩子呢，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装好人，给我添乱了？子方的姓傅不姓孙，我凭什么我就管不着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想穿凤冠霞帔，你想当诰命夫人，那是你白日发梦，你别牵扯上我啊！也别熬坏了我这心肝宝贝儿子。嘿，走，爹带你出去透透气儿去。去哪儿呢？你哪里不许去！快走，快跑！不行，商船有规矩，带女人不吉利。哎，在这运河上跑船的女人不少，规矩不规矩，还不能一句话的事吗？来来来，哎，这回真不行。昨晚上发生了命案，听说啊，死的还是个大官。县太爷刚派人过来贴了告示，所有的商队船只都不许夹带外人。这要是被查出来，
那可是要坐牢的。郑爷，您在香云楼认识不少小娘子吧？好巧，我也认识不少。听说有人上个月赌钱输了200贯，也不知道你小点声娘子知不知道？这个家呀，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。你娘啊，明明是个杀猪匠的女儿，她非拿自己当孟母。赶紧洗衣服，赶紧洗衣服！看着点啊！起锚喽！快点啊！好，注意安全。那边，好嘞。大人一起开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好嘞。来，往这儿。你肩膀上的伤口又流血了。都怪你，要不是在杨家中了你的暗器，刚才拿麻袋又绷着了。我要换药，你别跟着。净铲脱壳、瞒天过海的本事，你倒是挺熟练的。没错，这是我当歌妓练就的本领，专门帮着躲债的婆嫔们讨债。顾指挥，你满意了？既然做过歌妓，还敢想做金氏娘子了？哪个士大夫敢娶你？对不起啊，我一时失言。算了，你也伤得挺重的，不跟你计较。识字儿吧，这2瓶药放这儿了，你自己随便挑。怎么，只许你戳我肺管子，就不能让我暗戳戳的损你是吧？我太知道你们这种人了，嘴上说着失言，其实心里面还是看不起人。你后悔的，无非就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。歌妓怎么了？总比你们皇城司的名声好一些，都是半斤8两，就别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也不想想，刚才是谁救的你？我又没让你救我。那你下船呀！我们就此休战吧，好吧，别吵了。行，这船是去东京的，拿的是仓司发的茶饮，盘查的人少。这是后舱，船上的人一般不会过来，门上有风铃，如果有人硬闯，风铃会响。你愿意在哪儿下船，随便。我怎么也得到秀州吧。以后咱们就以这麻袋为界，你左我右，互不相干。哎，小心！哎呀，什么你左我右？这船舱都是我租的。哎呀，你别把我看了。你这根本不行，都出脓了，我得帮你弄出来。你现在肩膀还有伤啊，你行不行啊？忍着点儿。你也不是关公，我也不是华佗，别忍着了，这没人。哎，顾千帆。顾某此番下江南，
抓的是人和的位置线，并不是要针对你。但杨云判若是不识抬举的话，你这夜宴图是赝品啊！真迹在哪里？你，皇堂啊！这明明是真迹呀！这个啊！别在我面前演戏，把真话交出来。哎，三娘啊，你怎么没陪孩子上祠堂啊？祠堂过继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个当娘的都不过去看看？过继？是啊，谁过继啊？还能有谁？你们家子芳啊！今愿将我子傅子芳过于族兄傅新才门下，祭祀成挑。立居人远自房傅新贵，山自房傅新才寡妻曹氏。三娘，不是三娘吧？三娘，你听我说，你干嘛？不是陶氏，咱们平常不熟，但也无冤无仇的。你为什么抢我儿子？三娘，你先过来，你过来。奴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相公走了，偌大的家产无人执掌，自然得在同宗的晚辈里立个嗣字。我呸！傅新才和我们家隔了好几房，再说了，这天底下也没有把独养儿子过继给别人的道理。傅子芳是我辛辛苦苦一手教养大的，有人眼红，想横插一手，摘现成的果子吃，做梦！哎呀，这三娘啊，三娘啊，三娘，你这是干嘛？不是不让你看这，我走吧。走呀，三娘啊，三娘，你来了。去床上睡吧。你醒了我睡了多久了？1天多吧。船家在塘溪上货，你都没醒。你还帮我擦洗过身子吗？怎么？你还嫌我未经你同意碰了你的贵体？那倒不是，反正我又不吃亏。粥在那儿熬好了，你自己去喝吧。
我在里面放了泻药啊。看来你的病是真的好了，不发烧也不咳嗽，还有力气下药了。那你要有空的话，把我鞋子刷了。哎，眉间的伤是怎么回事？那可不是我弄的。没事儿。那些追杀你的人和杨府派去的杀手是一帮人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一定想找夜宴图？而且为什么一看到夜宴图你就知道是假的？不想死的话，就别管那么多。粥不错，给钱，给钱，你来，吝啬，阴险，刻薄。刻薄，你才刻薄，你还心狠手辣呢，蛮不讲理，无德无行，负心薄幸，始乱终弃。你们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这些话，应该都是你想对他说的吧？骂出来有没有舒服一点？谢谢，对不起。痛是天涯受伤人，不用跟我客气，就当是抽钱好了。你还会讲笑话？就算是皇城寺里的阎罗恶鬼，也是有七情六欲的。你不是阎罗恶鬼，你是人，还是个好人。你才见过我几面，你断定我是好人？我就是知道。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被人抛弃的事实，对吗？赵盼儿，你为人骄傲自信，即使不幸没入贱籍，也从未自轻自贱。但是，男女之间，如果遇到了无法确定的变故，那么结局往往是最坏的那一种。你成亲了吗？有相好的小娘子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说的头头是道？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。欧阳旭不是那种人。那你昨天为什么要骂他负心薄幸？说明在你内心深处，你还是不信任他。哎，那是个人吗？好像是个女的。哎，先躲起来，我要喊人。船夫，少爷，有人落水了！落水了，我看见了，在哪儿啊？那边就在那儿啊，在那边。哎，三娘，那有人！三娘，那是我朋友，快帮我去救救他！已经是死人了。对呀。冷静啊！冷静啊！不是，这是我朋友。不能过去。船夫，少爷，有人落水了！落水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
在哪儿啊？那边，在那边，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三娘，那儿有人！三娘，看，那是我朋友，你们快帮我去救救他！已经是死人了。对呀。不行，没有那是我朋友。别动，一会儿你不能过去。对呀，小心点儿，危险，慢点啊！没事，小心点啊！郭先生回来！扶他回房间，用暖炉烤一烤就好了。太好了，快点啊！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，搭把手！小心点啊！看着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船长他已经发现我了，我得找靠近岸的地方跳船。不行，你伤口又崩开了，不能跳船。我想办法，你先躲躲。郑爷，我想着来谢你，你干嘛老躲着我呀？赵娘子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您那位朋友到底什么来历啊？官府的告示想必你也看了，这年龄、相貌、口音、武功都对得上。哎呦，我们跑船的，也不指望着应了悬赏去发财，只盼着别落个窝藏的罪名啊！什么来历你别问，总之他不是什么盗贼。你要是想报官，这辈子就别想在这河上再跑生意。哎呀，赵娘子说句狠话就想吓唬我，想我郑老三能做到今天的位置，也不是个胆小的吧？等等，你要是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他姓萧名凡，是史上萧相公家大公子，来钱塘游历之时拥有了白首之约，只是彭城郡王有个远房侄子看中了我，
硬要纳我为妾，你们这才偷跑了出来。哎，我索性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。反正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樊郎的骨肉，他们伤了樊郎，又差点害死我的丫头三娘，也不差我们娘俩这2条命。我说那位相公怎么那么一身好本事，原来是位衙内。哎，小人什么都没看见。我保证，这艘船上所有的人，没一个敢多嘴的。多备些清粥小菜来，樊郎这几天胃口不好。你不会都听到了吧？真的。我是吓唬他的，你别在意。上药里的天风散和天王精创丹你都有用过，里面的斑毛女子有了极易化痰。我听听你的脉象。来。我不是刻意要消遣你啊，那2味药孕妇真的不能吃。你别胡说。你难道不是怀了欧阳的孩子，所以才那么着急要去东京找他吗？我没有。你少胡说八道。那你若是再是女，怎么能跟别人说你有了别人的孩子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，在骗船老大吗？事出从权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可是个皇城司哎，三娘是我朋友，你为了救她暴露了行踪，我编2句话骗又有什么呢？而且再说了，我又没有说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不说是你的孩子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只跟船老大说了，别人不会知道。所以说别人不知道是你的孩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总之就是别人。哎，行，我认点倒霉吧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占我便宜顾建帆，我莫名其妙就当爹了，不应该是你占我便宜吗？我这是在救你啊！难道不是我救你的朋友在先吗？三娘，你醒了。盼儿，我在哪儿啊？吓死我了！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盼儿，傅新贵，他把我休了。子方也不要我这个娘，我连夜赶了马车，想回德清娘家。回到村子里一看，娘家的房子早就塌了。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跳了河。傅新贵他骗我说把子方过继出去是做个幌子，我就信以为真了。没想到被我撞破了他和陶氏的私情，这对奸夫淫妇，要么好了，至少有大半年了，要么还打死都不承认。傅新贵还说嫉妒、蛮横、不敬夫主，重伤妯娌，当场就给我写了休书。我当然不从啊。那个陶氏给了族长好处，他们就硬逼着我按手印。后来子方他也跳出来了，他却说他爹跟陶氏绝对是清白的，说陶氏待他极好，我不好，说我平日里只会打骂他们父子，逼他用功读书，说我不是个好娘亲。他说他恨我，他宁愿认陶氏当娘，他也不要我。我难产了2日才生下来的儿子，
我穷的时候，我宁愿自己厄运过去，我也不能断了他一口粮的儿子。他说他不要我，他说他不要我。他打我骂我，我也认了。哎，傅子芳他，我亲生儿子，他居然只认陶氏当娘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啊？怎么没意思呀？你叫孙三娘，又不只是叫傅子芳他娘。你为人仗义和善，做的一手好果子、好菜、好汤水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你贤惠善良、乐善好施。再说了，这天下就没有不认爹娘的孩子。子芳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嗨，10多岁的孩子，最是贪玩的时候，8成是那个陶氏拿什么好吃好玩把他给哄骗了，才说那些糊涂话。不是的，子芳他说不是一时气坏，他就是讨厌我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讨厌我的。他说他讨厌我，就是讨厌我老是让他读书嘛，讨厌我总是想让他给我挣凤冠霞帔的。这我有错呀？我肯定有错，我肯定是上辈子造了孽，我这辈子老天爷才会这样的罚我。那个傅新贵哦，他娶我的时候穷的连聘礼钱都给不起，是我天天替人杀猪。一没钱的同情人给他攒，我攒了2年，我才凑够了1贯。这1贯钱我全拿给他，去当做生意的本钱了。他现在富贵了嘛，他就翻脸无期，忘恩负义，他忘了我2年给人杀猪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呀？给他生了一个这样的孽障，我早知道我这辈子是来受苦的。我干嘛还要活着？我干嘛？他现在太虚弱了，不适合那么激动。这份送到刘通判那儿，这份送到查司。秀州的这份，你务必得亲自送到，然后就守在那儿。一旦王知州他们抓到那黄承思指挥，就立马把他押解回来。是，卑职马上去办。只是，王知州他真的敢得罪黄承思吗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些年他没少收受我的好处，这会儿必定得全力相帮。我就不信，整个江南掌事官员一起出手，那只猴子能逃出五指山。贤尊，从夜里醒来就一直这样了。脉象很平稳，不像是有暗伤，倒像是大悲大喜之后的骤然失魂之症，得尽快找大夫，不然就算活下来，也多半是痴呆。那我找陈老大，让他靠岸，带他下船。3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感冒药。39小儿感冒药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呀？找人呢？王老爷，我这是做小买卖的，是本地人吗你？是。啊，行，等一下，走吧。过来。你还是在船上待着好，到处都是你的海捕文书，万一再被认出来呢？人是我救上来的，总不能看着他出事吧？我们既然是私奔出来的，让你一个人带着丫鬟去看病，谁是面子？
大悲所致的离魂症，心脾两虚，自然心无所依，身无所归。老夫这就为他施针，至少能让他先把药汤喝下。有劳。哎，你要不要在这儿把伤也一起看了？这里未必安全，等到三娘能开口喝药了，我们就立即回船上去。现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2件事，第一，此方中本来应用犀牛角，但此物太过名贵，我这里也没有。若想病人尽快恢复，你们还是要去西街的归元堂买犀牛角为佳。犀牛角？那得多少钱？7天的话，至少得20贯。那第2件事呢？此病随即受风移动，你们离开此处最好赶紧寻个客栈住下，至少得把这7天的药用完。7天？可我们着急赶路呢。那这位娘子是生是死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你随便找个客栈把我们放下吧，不用等我们了，直接上船，让人送你去接头的地方。要是在顾玉泉赶不到东京，你就不担心欧阳学成了道家女婿，舍得吗？舍不得有什么用？还是三娘的命要紧，大夫说了要静养7天了。还啰嗦什么？上车。就是他们，在那儿，马车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快！站住！我不能再跟你们走下去了。玉，你跟三娘先走。顾千飞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你就起来呀。不是我不想起来，我刚才闪着筋了，再加上之前手有伤，我现在动不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回来找我？你只说让我先走，又没说在哪儿会合，我当然回来找你了。你傻呀？万一跟官兵碰个正着，不是白跑一场？你才傻呢！就你现在这一副弱柳扶风的样子，我不回来救你，你早死了。三娘，三娘。哎呀，人醒了就有办法了。起来！哎，小姐，啊，你笑什么？天正蓝，风正清，我们还活着，三娘也能动了，能不开心吗？那接下去我们怎么办？回去。你没听说过灯下黑？哎，你傻呀？啊，这是当官住的地方，那进去的一定是官爷，海盗一定不敢的。里面请。这是客官的告身。小人丁忧届满，回京候选，还望你安排一间房舍，供加此休息。好。来，楼上去。可有针线？我们需要缝补衣服。稍等。那张告身文书做的可真像，是不是皇城司每个人都有几张？顾千帆也不是你这面吧？你怎么知道很像呢？你还见过别的吗？见过啊，我小时候。不管是名字还是告身，都是真的。客官，你要的针线。我虽然骗过很多人，但是我不想骗你。这是干嘛的？刚才那个大夫让我买犀牛角，我觉得太过于打眼了。我怀疑他是为了要赚钱，所以故意夸大三娘的病情。我想让他试试针刺，或许可以帮助他化解淤血。能管用吗？我在皇城司审问犯人的时候用过。能行吗？你别在这待着了，我怕你看了以后又不忍心。去那边待着吧。
醒了。你醒了。谢谢你了啊，辛苦你。真是破了天荒，竟然有人为这种事情来谢我。剑可杀人，亦可救人。你今天笑了2回，也是破天荒了。我刚才有笑过吗？过来喝茶。敢对我这个皇城司指挥使无礼啊！小心我严刑伺候你。严刑就严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，还怕你不成？别走！不是，三娘，三娘干嘛？他是坏人，他被官兵追，通缉令上有他的脸。我回娘家的时候看到过，他刚才用针扎我，他还要对你用刑呢。哎呦，三娘，哎，这是个误会，你赶紧把药拿来，三娘，我药包。给我。就算是个误会，咱们也得赶紧走。他可是皇城司的人，他们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的？咱们也得快点跑。他救过你，不能这么走。我们要是这么走了，万一被官兵发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他是侵犯，万一连累了我们，你以后怎么嫁欧阳旭啊？管他是什么侵犯，什么皇城司，我现在就当他是我朋友。他虽然不说，但是我心里知道。你看这么多官兵追他，你就知道杨府命案背后的势力不简单。他既然能够甘冒风险，应承我去查出真相，我们就不能弃他不管。可他当初刚见你的时候对你那么坏，你能相信他吗？你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那我信他。我不跟你说了，反正你向来都比我聪明，我听你的就是。你现在既然醒了，就慢慢振作起来。被傅新贵骗了10年，总比被他骗一辈子好吧？有些人就是表里不一。你看那个郑清田郑知县，要是不出杨府命案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。你再看看顾千帆，一开始我恨死他，可这几天我发现，我真觉得他是个好人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对不起啊，三娘。哎，算了，我怎么会跟一个病人计较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郑清田的？你说伤你的是宁海军的都头。可刚才追杀我们的，分明就是秀州兵马都监属下副策的人。两边的人自吴越国时就互看不顺眼，怎么会轻易帮忙？我就想到了下海捕文书的钱塘县令，他一口咬定你是个海盗，这就很奇怪了。再加上你说的灯下黑，
一个钱塘县令怎么可能把手伸到秀州来？杨运判身为六品，他们说杀就杀，谁知道背后有多大利益？你知道为什么敢用真名住店吗？因为我还在怀疑一件事。刚才我已经把我的行踪用飞鸽传给了离这里最近的黄春寺驻点，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。咱们得换个住处。周官人，再陪奴家喝一杯嘛。行啊，只要你用皮杯，陪你喝个够。来，哟，这不是周大官人吗？徐老板，哟，您坐，您坐。这小娘子不错。坐，坐吧。欠我那15贯钱什么时候还？我那船货不是还没到岸吗？一到岸，保准先给您。我呸！不，哎，徐老板，都是误会，徐老板，误会啊，徐老板误会，徐老板手的实在是不受手，家里的步子全部都压了，徐老板，我这就去凑，马上去凑。我只给你1天时间，如果我再见不到钱，哼，走。娘子啊，饿了吧？哎呀，好香啊！哎，不想吃啊？别怕。冷不冷？你瞧瞧你的手多凉啊！你看你这头发这么乱，没有吧？啊，过来。对，尹章啊，为父的现在遇到了一件难事。徐家那泼皮你还记得吧？又来要账了。之前不是为了咱的亲事，我为他借了20贯，现在这亲也成了，可是钱总得还不是？你看，你能不能把你那私房钱再拿出来一点儿？我不是不给，我没有钱了，我真的没有了。你有没有句实话啊？你一个钱塘名妓，江南琵琶高手，会没钱啊？那怎么上次我打你的时候，你就有钱了啊？我上次去拿首饰去盗了，才换过1贯钱。还嘴硬啊？
信不信？信不信我毁了你这张脸？啊，信不信？我的全心都在盼儿姐那儿，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这么说。来，吃啊！你给我吃啊！吃！盼儿，我买了这个，好看吗？来，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嗯。您看啊，您这么漂亮，配着火山壶啊，最好不过了。官人，要不给你家娘子买一只吧？啊？好啊。哎，官人慢走啊！皇城寺里难道也有他们的？应该职位还不低。常老大为了怕受牵连，一定不会报出你的名字。你现在才耽误了1天，如果改走陆路的话，找一个好一点的标具，过雨之前应该可以赶到东京。这面镜子你拿着，就当个盘缠。不行，你现在单枪匹马，要是我们都走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办？不是一个人，你忘了？秀州皇城寺下殿的主官万喜，跟我是过命的兄弟。那你要是在遇到他之前出事了怎么办？要不然我们还是送你过去吧。我一个人反而更方便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在皇城寺的外号叫什么？我叫火影，我不点头，哪层地狱来受？爷比，三娘，三娘，赵娘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赵娘子，求你快去救救我家姑娘吧，她被周氏害了。什么？眼看就快要活不成了。刚拜完堂，她对姑娘还算温柔体贴，可到了华亭县，就突然上了岸，说自己的旧疾犯了，需要休息，去不了应天。第2天就说要用贵重药材，问姑娘支钱。姑娘先头还给，后来就觉得不对，我悄悄去打听才知道，华亭县根本就是她的本宅。姑娘问她，她就发了火，说生意不好，让姑娘别管那么多，硬是逼着她从嫁妆里拿出500贯出来支应，不给就打。本章的嫁妆都在我那儿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是没有。姑娘本想等你气消之后再慢慢问你要，又怕出嫁的时候不好看，走的时候就让人弄了些石头罩上锦缎，装了10来个箱子。这么蠢！现在能救姑娘的就只有你们了。我是前天被卖的，那会儿姑娘已经被他打得起不来神，关在柴房里等死。还家离这多远？不远，就在离这50里开外的华亭县。顾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走之前，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？又想救人是不是？把一个已经成亲的女人救出来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。你不想带顾雨泉赶到东京了？尹章比欧阳旭重要。如果真的赶不上，那就是我的命。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？你要多少钱？起码10两黄金。我哪有那么多钱？你有。在船上你晕倒的时候，我在你身上摸到过2大块黄金，你给我的金子就是这上面的钱。你居然……不行，这个东西对我至关重要，我不能给你。
算我求你了，我以后一定还。不是我推脱了，我是真的不能给你。那我有件东西，跟你换行吗？你在杨府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在找夜宴图吗？那张图的真迹在我手上。